90岁大爷报名参军，却被长官要求展示枪法。大爷自信地接过枪，然后摘下手套，对准了10米以外的罐头。一旁的士兵都在期待大爷的惊人表现，可没想到子弹是打出去了，可罐头却完好无损。见此情景，士兵们哄堂大笑，而老人却表示自己太久没拿枪了，便请求长官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长官直接拒绝了，他告诉老人，在战场上开枪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敌人是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。长官并非刁难大爷，而是希望他能知难而退。但老人却执意要去前线拿枪上战场杀敌，上尉不得已只能安排他去后勤，负责清理战壕。这天，一群侦察兵在巡逻途中，发现对面德军正在布置榴弹炮。就在侦察兵打算向指挥官汇报情况的时候，却在不远处的草丛发现了老人。只见老人举起狙击枪，瞄准了对面的德国士兵，然后扣动扳机，再一枪打爆德军炸药箱，瞬间消灭一队敌人。队友们也都把他当成英雄，而这一切也刚好被上尉看见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个神枪手老人名叫莫洛佐夫，原本是沙俄时期的顶尖物理学家，曾经设计过多款武器。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，他毅然决然决定参军。老莫回到营地之后，上尉却以他不服从指挥为理由，收缴了老莫的狙击枪。到了晚上，德军打算报复，于是趁着夜色偷偷摸到苏军的阵地，掳走了一名苏军士兵。但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哨兵，一名放哨的士兵闻声赶来营救，却被一枪击毙。老莫听到枪声之后，弯着腰悄悄摸到士兵身旁，迅速捡起士兵的步枪，电光火石之间，老莫连开3枪，3名德军2死1伤。受伤的德军被抓回来审问，招供了德军的火力部署。老莫再次立功，上尉也被老莫的实力折服，对老莫深感敬佩，决定交给老莫一个重要的任务，让老莫通过物理知识训练一支狙击小队。老莫在树上挂上一块小黑板，开始给士兵们讲解风力对射击子弹的影响。通过老莫的训练，士兵们的射击水平大幅度提升，在战场上可以瞬间瓦解德军火力点，为队友冲锋提供掩护。依靠着神准的枪法，很快就将德军打得节节败退。苏军士兵大喊乌拉，一举拿下了德军阵地。德军为了扭转局面，紧急成立了一支狙击小队，以此来抗衡苏军，还从欧洲战场调来了王牌狙击手。一场顶级狙击大战拉开帷幕，德国狙击手用一根绳子拉动反光镜，想以此判断出老莫的位置，但却被老莫识破，于是将计就计，用绳子去拉动扳机。德军狙击手暴露位置，被一枪击毙。另一名德军狙击手赶紧低头隐藏，紧接着老莫又命令士兵将一个头盔缓缓拉起。德军狙击手以为发现目标，再次开枪打中头盔，下一秒就被苏军击毙。就在老莫以为顺利完成任务，准备收拾东西回营地的时候，德军王牌狙击手卡西出手了。他在暗处瞄准了老莫，就在准备开枪的时候，一只狼突然出现在身后。卡西吓跑野狼之后，回过头举起狙击枪，老莫却早已经消失不见。德军很快再次发起冲锋，面对德军凶猛的火力，老莫所在的连队却迟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，甚至有的士兵开始叛逃。为了扭转战局，老莫制造了一台机器，他用缴获的德军汽笛居然做出了一台声波攻击机器。当德军发起冲锋的时候，苏军搬出了这台超时代的武器，德军士兵被声波刺破耳膜，很快就丧失战斗力。苏军士兵迅速开始反击，就这样老莫凭借一己之力成功阻拦了德军的进攻。为了防止德军派出轰炸机反扑，苏军必须尽快撤退，但德军早已经在撤退的路上，安排了王牌狙击手在此伏击。一名苏军士兵自告奋勇，戴着老莫的帽子，用自己的生命去试探德军狙击手位置。德军狙击手果然上当，隐藏在暗处的苏军士兵果断开枪，很快就消灭了3个德军狙击手。现在德军只剩下王牌狙击手卡西，他一枪打中苏军士兵手臂，然后拿着枪上前查看。苏军士兵装死拉开手雷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。这一次爆炸没有送走卡西，他被送到战地医院。这边老莫因为年事已高，在撤离的路上病倒了，苏军只好暂缓撤退，找到一个村庄进行休养，等老莫病情好转再撤退。但这个村庄早就被德军控制。等到第2天清晨，所有士兵还在熟睡的时候，一阵脚步声惊醒了老莫，于是他让士兵赶紧出去查看情况。可一开门就被德军一枪拖爆肝，德军冲进房间，将苏军士兵一窝端，苏军一个连队全部都沦为了俘虏。苏军叛徒指认老人就是苏联王牌狙击手。德军上尉听完笑出了声，认为这个90岁的老人绝对不可能是神枪手。于是德军将苏军政委和上尉处决之后，将其他苏军士兵关押了起来。一个德国士兵在队伍当中发现了一名女俘虏，德国士兵迫不及待就想要发泄，但这个女护士刚好是苏军叛徒的女友。叛徒向德军士兵求情，希望能放过自己的女友，但德军士兵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反手就将苏联叛徒打倒，还用言语侮辱。这一下激起了叛徒的血性，冲上去一把扑倒了德国士兵，抢过手枪将其击毙。巨大的动静引来了另一名德国士兵，被击毙之后，叛徒和女友说要做一回真男人，然后拿起冲锋枪开始和德军展开激烈的交火。虽然最终还是被德军击毙，但也成功吸引德军火力。村庄大妈趁乱给了苏军一把斧头，士兵砍断铁索冲了出来，救出神枪手老莫之后，拿起武器开始战斗。很快德军就被消灭。就在苏军打扫战场的时候，一名苏军士兵被一枪击毙。德国王牌狙击手卡西再次现身，他要击毙老莫一雪前耻。卡西在钟楼上居高临下，占据了地理优势。为了让老莫能接近钟楼，2名苏军士兵故意暴露自己，以此吸引卡西的注意力。很快老莫就成功摸进钟楼，但德军王牌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，慌忙朝楼下射击。狭窄的空间无法发挥，双方都没有击中彼此。
只能暂时陷入僵局，都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卡西居高临下，又朝老莫开了一枪，枪声惊动了钟楼的钟声。老莫突然灵机一动，从口袋掏出一个铃铛，扔进阁楼，吸引卡西的注意力，然后跑到阁楼外边，举枪瞄准鼓中的绳子，一枪打断了绳索，100多公斤的鼓钟对着卡西砸了下来。卡西就这样被砸没了。最终90岁的大爷凭借智慧赢得了这场狙击手之间的博弈。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大爷的原型叫莫洛佐夫，是苏联史上最老的士兵。在苏俄早期，他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、社会活动家和著名学者，研究领域涵盖了化学、物理、数学、天文等10多个学科。后期又自学英语、法语、波兰语等11门外语。他这一生刺杀沙皇，参加革命，结交马克思，就连斯大林也不得不对他礼让3分。1944年，他获得苏联列宁格勒保卫章和列宁勋章。直到1946年7月30日，老人在见证战争胜利后才与世长辞。